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 我是 Alan。那在我旁边的是这个 AudioQuest， 美国一家非常重量级的线材厂商的亚洲区业务经理 Scott。各位麦氏音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 AudioQuest 的 Scott。好，那我们今天会录这个影片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6月的中旬，6月15号。当天的下午，我们要举办一个这个 AudioQuest 线材的一个算是鉴赏会嘛，或者是说简单讲，就很多人觉得线材好像是一个玄学还是什么，对，所以就是邀请大家来体验一下，说这个换一些比较好的音响级的线材到底有没有用这样子。然后当天是会有重量级的赠品，就是绝对不会是小气的赠品要送给大家这样子。然后那个赠品。我觉得可以预告一下类型啊，就我觉得如果是数位串流的人，应该是很喜欢的东西，这样。绝对是好玩的，绝对是好玩的。而且是当天我也会测试这个效果给大家听听看。当天会直接测试赠品给大家听，让大家拿着赠品笑着回家。对，所以就是名额呢只有20位。然后呢，大家就是我们小编会把这个活动的资讯放在就目前影片的这个画面上，让大家看一下。那记得要去这个 Google 表单去做一个就是登记这样子。好啦，那既然我们来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以前都是看一些我们的soundbar影片，或者是像他们有看过 Sony， 有看过 Samsung 三星，他们看过 LG， 但他们对于线材尤其是 AudioQuest 还不认识。那 Scott 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 AudioQuest 的这个品牌的历史这样子。OK， AudioQuest 是从1980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3年了。那在这一阵时间里面 ，AudioQuest 在全世界的占有率越来越高。那我们一直抱持的一个信念就是 Do No Harm。Do No Harm 就是其实所有的线材都会造成失真。那你用好一点的线材，只是让你可以听到机器原本的 potential， 让它就是用越好，你 potential 听到的越高。那我们 AudioQuest 在做的事情，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减少这个失真噪音跟时间断差。OK， 那你们现在公司的规模啊，就是它有工厂吧？这一定是有工厂。那工厂目前是只有在美洲吗？还是？我们全世界有2个工厂，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荷兰。那我们在美国、荷兰、德国、法国、英国、就这些国家是直营，那其他的地方就是代理制。那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亚太区代理制的国家的业务。OK，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线材是什么玄学啊，线材是很骗钱的，但是实际上我必须要讲，你要骗钱不用去再搞一堆工厂，还养一堆业务。其实，我觉得就是要骗钱的话，美国有更多更好骗钱，是那种完全不用弄任何的东西，他就光靠一张嘴就可以骗到钱的。这个现在台湾也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说以就是做线材是骗钱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都不用那么累，对，完全是不用那么累自己这样。其实6月15号这个活动，除了让大家听到 AudioQuest 从最初阶到最高阶每一个等级线材的差异性，除了讲之外，还会让大家听每一个步骤。那同时我也想分享我还没加入 AudioQuest 的心情，跟加入 AudioQuest 的心情。因为我还没加入之前，我完全不相信线材，但是加入之后，我开始有一些样品，开始每天在玩了之后，我发现这些线材是一些真的是吓到我的东西。对，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 Scott 他之前在进入 AudioQuest 之前，其实他也是在很大的那种音响产品的公司工作。你就会想成他现在假如说有一些市面上的 soundbar 的公司，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自己像 Sony， 他不是自己一个工厂去做的，他一定是他想好设计，然后他发给其他的代工厂商去做，就像 iPhone 他发给可能鸿海去做，那是一样的道理。那所以 Scott 以前的经历，他也是在音响产业，不是说他以前是在别的产业。那他当然他这样一路下来，其实我觉得很多应该说音响厂商的业务，我觉得很多是不听音乐的，就是他单纯就是 business， 单纯就是生意这样。但我觉得 Scott 是真的是。他是一个很喜欢听音乐的音乐爱好者，对，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所以就我从业经历以来，当然我也不是做
做的说跟前辈那些比起来不做很久，但我在业内的确遇到不多就这种比较有热情的，就是业务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说 AudioQuest 目前的产品线呢，还有包括了哪些的范围啊？其实 AudioQuest 这个品牌有所有音乐爱好者、所有发烧友，你想要找的线材 AudioQuest 都有。它有电源线、电源处理器、喇叭线、讯号线、HDMI 线、USB 线，你能想到的线材都有，所以你一定找得到一条在 AudioQuest 的线材。所以看起来其实它基本上你日常你不管是假如说你是听音乐的数位串流，或者你是用Soundbar，那其实你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一个线材。这样好，那我觉得回头来讨论核心的重点就是说，既然有人觉得音响是心灵马力我觉得这些质疑的人当中，我觉得要分为2派啦，就是一派就是他觉得类比线跟数位线都是心灵马力，有的人他会觉得类比线也许不是心灵马力，因为它有一些EMI 的抗屏蔽啊，或者他觉得在送那种比较大电流或是比较高能量的传输上，那个类比的线材你说做得好是有其根据的，但是有一部分人是觉得说纯数位线来讲，它就是送数位讯号就0跟1嘛，那它讯号只要能送到都是完美的那都是听起来都是一样，就像 CD player 跟 streamer 照理说听起来都是数位的要一样，所以数位线是一场骗局。那AudioQuest 它是从应该说他们有仪器去支持说它的一个设计线材的一个流程，那或者是说它到最后它的一个审核，他们是有金耳朵团队吗？还是怎么样？我们是有在美国是有一个金耳朵团队，因为其实现在来说，其实很多机器是测不到一些声音的 know how 的。那其实很多人喜欢拿现在市面上的线材，一些发烧线拿来用机器测，就说这个曲线怎么样，这个曲线怎么样，那它根本没有让声音进步，它反而让声音更退步。但是这个其实如果你用这个机器都测得出来，那线不用有 know how， 每个人都可以做线。那其实真正的 know how 就是用耳朵来听。那我们在美国有一群黄金耳朵，包括我们的首席设计师 Bill Lowe， 还有我们的engineer 的一个 leader Gus Power， 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个格莱美设计师格莱美的录音师 Joe Harley， 这3个人的耳朵是很少犯错误的。了解，所以当然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说，虽然 AudioQuest 它有金耳朵的团队，但不代表说他们工厂生产之后就是什么先进的仪器都没有用。那时候Scott 还有展示给我说，他们在一些制程上，其实他们是有一些专利的机器的，甚至他们连线材他们会强调说，很多人常常问说，东西要不要 run in， 假如音响要不要所谓香港叫包机吗？还是就台湾可能叫做 run in， 就叫有点像暖车的概念。那Scott 说他们的 AudioQuest 其实是很重视这部分，所以他那时候展示一个用 NASA 级的仪器去把他们所有的一些元件先去做 run in 的动作，然后之后再把它组装成成品贩售给大家。OK， 那你既然提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 AudioQuest 有3台非常精密的变压器。那这个变压器只有在美国3个机构有，一个是 NASA， 一个是美军，第3个就是 AudioQuest。那我们用这个仪器是干嘛呢？我们用这个仪器来做 burn in。那所有我们 AudioQuest 里面的 DBS 都带有电容，那还有所有的 Niagara 的被动式元件，我们都是在 burn in 之后12小时到72小时，把它 burn in 到最好的状态之后，再组装到我们的机器里面。OK， 所以就其实大家不要只说什么金耳朵，其实他们 AudioQuest 也是有它的一个线材的那个技术在里面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其实我现在桌上有放了一条这个，我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算是如果你是使用 Soundbar 的观众朋友，你基本上你只有用到2条种类的线吧，一条是8字的电源线，对，那一条就是 HDMI 线，那这条就是 AudioQuest 他们家的一个算是入门的朋友还算可以负担的 NRG 的 Y2 的8字电源线。那可以请 Scott 稍微帮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以这条线来说，它用上了哪些技术 ？OK， 其实我这样讲好了，所有 AudioQuest 的线材都围绕在4个元素的设计。第一个是导体，第2个金属品质，那第3个是方向性，第4个是降噪。那其实每一个
元素讲起来很复杂，但是其实也不难理解。那从最 entry 到最 high end 的线，我们都把这4个元素带进去。那以这一条 NRG Y2 来说，首先它从导体开始，我们导体是从美国跟欧洲买来的，那我们会送到亚洲抽线。那为什么不在美国抽线，在欧洲抽线呢？因为那个是高污染的一个产业，所以那边不能存在，所以必须在亚洲抽线。那铜你开始抽之后，因为我们是用线性结晶铜，所以线性结晶铜你抽到一个地步会产生一个自然的方向。那我们就是会把这一段送回美国去做评断，方向是从哪里到哪里。那接着我们评断回去之后，再跟我们在亚洲的抽线厂讲，你的抛光要从哪一段到哪一段。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抛光？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讯号走的方向，所以我们抛光的方向是有箭头。例如说这个线，它这边会有箭头，哪里讯号进去，哪里讯号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抛光的方向。那我们知道讯号在传导的时候是走肌肤效应，那越光滑的表面，它传导的就越有效率，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抛光的方向来决定这个线材的方向性。所以这其实它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听到线材，其实我一开始最早听到线材有方向性，我也想说，好像真的还蛮悬的这样子。但是应该说，其实我从听了线材之后，我觉得线材是有效之后，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也可以当做一个经验谈嘛，就像中医有时候他们也是，当然你说中医最早有没有理论？那个理论你说要西医来讲都是 joke， 都是笑话。但是有时候他们有制成一套系统的时候，那我们按照这个系统去做，我觉得是不错的这样。所以第一个当然是 AudioQuest 他们在铜的结构上面，也许有的厂商会强调说它是什么5N、6N 的一个无氧的铜，但是 AudioQuest 他们觉得说，其实 N 的数量可能到某一个值其实就足够了，剩下其实是它的线材的所谓抛光的处理是，所以他们叫做这个技术叫完美的平滑铜，就是我们小编也可以上一个图，就把他们它那个线，我那时候看它图真的很机器蛮炫的，它就是一条线，它在过好几关的时候都有好几套研磨的一个程序这样子。对，所以除了完美平滑铜这个算是AQ 的核心技术之外，还有如果在这条线上面还用到哪一部分的技术？这条线的话，就是还有我刚刚讲的方向性是，然后还有我们降噪的方式。那降噪的方式就是除了它的屏蔽之外，它里面还有导引线，就是因为其实线其实就是一根天线，它会吸取空气的中的无线电杂讯。那我们的屏蔽怎么样有效率的吸取杂讯？要记住，能量是不变的，能量是不会被消灭的，它只能减弱。所以我们的屏蔽不是阻挡，我们的屏蔽是有效率吸收，是导引。对，然后导引到底，那有一条我们叫做 drain wire， 再把它导回去上一台机器的 chassis。所以就是杂讯进去出去，进去出去。那就好比一台有 turbo 的车子，你的吸气有效率，你的吐气有效率，那你的引擎就会传导的更有效率，就进排气都得到一个良好的设计，这样子了解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有看其实 Scott 他们说他们连里面的那个电源的线芯啊，就是说不管是电源线、讯号线还是说喇叭线，它的两股线芯之间的距离也是有计算过，他们有一个算是这个叫做完美的黄金比例的距离。对，那个叫做 Zero Technology 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金属在传导在运作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一种磁性，就是 EMI 的磁场，是，所以每个在传导的过程中，它都是在自己的磁场里面运作。但是当极性不同的两个导体，它的两个磁场碰在一起，就会造成一种特性阻抗。那这个特性阻抗，如果你去 Google 的话，你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公式算出来。但是不是很多做线材的人 care 这件事，但是我们 AudioQuest care 这件事，所以我们有一个 Zero Technology，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特性阻抗来做抑制，让它传导的更有效率。了解。那当然除了这种
刚刚讲的算是完美的铜的材料的处理，然后讲说它这个线材之间的间距叫做零特性阻抗，对这个技术之外，他们在一些外观的批复，就是线材的外身的批复上，它也是用上一些，假如说有碳纤维的材料嘛。有看不同的等级，有那个碳纤维、石墨烯，然后铜箔，很多人都在用铜箔，是，然后还有好多讲不完。好，对，但这部分其实这部分就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你可以看，像碳纤维可以抵抗这个 EMI 干扰。其实我看一些 paper， 他们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常见，就是你在路上就看那个 Google 上面，它都查得到资料，所以这个就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样。所以你看一条好的线材啊，它就是扯到了其实很多方面，就是你说要有科学依据吗？有些部分也是有科学依据的。那当然最后还是回归到一个主体，就是说你还是要去做一个聆听嘛，这样子。是啊。就是其实我刚讲这些话，如果我还没有加入 AudioQuest 之前，如果我坐在电视前面，其实我也觉得我也不会相信，我也觉得这都是胡乱的。所以希望大家6月15号来听听看，因为我讲完一个技术，马上就会让大家听这个技术的印证。好，那其实我们讲完了线材之后，其实我们来也算是要到结尾了。我来问一下，就是一些我觉得很多网友他们在线材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的一个音响系统，如果我刚入门线材，那我都还不确定它有没有效的情况下，我该怎么样去换我第一条线材？觉得哪一部分会最有效？假如说是要换喇叭线啊，或是要换电源线，或是我觉得分2个部分好了。一个就是桑巴的话，你觉得要换什么线最先？如果是桑巴，我建议从电源线做第一个。电源线做第一个，因为电源其实就是人喝的水，你喝的水不健康，你吃什么之后都不会健康。是，所以其实桑巴没有什么好讲，就一个电源跟 HDMI 线这样子。那如果是以一个像现在很多人他是一个 streamer 配上一个扩大机的话，那这部分的系统你会推荐怎么换？先从最源头开始。是，所以 streamer 就是你的 streamer 开始。streamer 先换它的电源吗？电源。先换它的电源，然后对，如果再来换就是换 streamer 到扩大机的讯号线。讯号线，对。那最后再来换扩大机的一个喇叭线这样子。对。了解，所以这个是 Scott 多年以来测试给大家一个算是，我觉得算还蛮有建设性的一个，就是应该是什么劝言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也不是说劝言，就是心得分享这样子。所以就是，然后就是欢迎大家6月15号来我们那个麦斯音响实际体验一下。然后顺带讲一下小插曲，就是其实我自己前几天 Scott 有示范给我过，Soundbar 换 HDMI 线有没有声音的差异？有讲，他那时候换了1000块的，然后再换了一个5000块，然后最后换了一个10万块的给我听这样子。那我必须跟大家讲，那个基本上呢，我们就讲，如果你听不出来的，你就很简单，你先听1000块的，你再听10万块，那个差距绝对是听得出来的。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说，你听不出来，就像买电视，你看不出来差距，你可能1万块跟15000看，你就会觉得没差，但你1万块跟10万块看就会有差别。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说1000块的 HDMI 线，那个是2.1的规格嘛，其实你说很贵吗？其实你现在以台湾的品牌大通来讲，你要买一个2.1有认证的，因为我们常常讲很多的 HDMI 线，像大陆很多品牌，他们有过那个认证。我看他们有的要过 HDMI 认证，要贴一个银标，是不是？对，在盒子上。对，那个银标是那个应该不能随便乱贴。那个不能随便乱贴。那 AudioQuest 是就是 High End Cable 品牌第一家去申请这个认证的。是，所以就是你看1000多块的，而且那个好像不是到2000，就很便宜很便宜的。对，它1000出头的。1000多块 HDMI 线2.1的，其实坦白讲它并不贵，所以我也推荐说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是那天6月15号没当然来的，其实 AudioQuest 的2.1的 HDMI 2.1的线材入门级的，你先买回去试试看，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这样子。好了，那就我觉得剩下的就是等到6月15号，期待当天跟大家的见面喽。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